要理解为什么光速不可超越，我们首先需要回到19世纪末那个经典物理学看似已经完美的时代。彼时，牛顿力学已经统治了物理学200多年。牛顿三定律像是一把万能钥匙，能够解开从苹果落地到行星轨道的所有力学问题。在牛顿的宇宙观中，空间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舞台，时间是一条均匀流淌的河流。无论你是否在运动，时间总是以相同的速度流逝，而空间则是一个刚性的容器，不会因为物体的运动而改变。与此同时，麦克斯韦方程组统一了电学与磁学，揭示了电磁波的奥秘。物理学家们发现，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也就是光速，是一个恒定的常数，约等于每秒30万公里。这个发现让人们意识到，光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物质现象，它本身携带着某种深刻的物理意义。然而，正是在这里，经典物理学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按照牛顿力学的框架，如果一列火车以每秒100米的速度行驶，而火车上的人以每秒10米的速度向前奔跑，那么相对于地面观察者来说，人的速度应该是每秒110米。这被称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速度是可以简单相加的，但麦克斯韦方程组给出的光速却是一个常数，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无关。这意味着，无论你是静止在地球上，还是乘坐宇宙飞船以接近光速飞行，你测量到的光速始终是每秒30万公里。这个结论与经典物理学的直觉完全相悖。为了调和这个矛盾，物理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假设：光是在一种叫做以太的介质中传播的，就像水波需要水来传播，声波需要空气来传播，光波也需要一种特殊的物质来承载。这种以太充满了整个宇宙空间，静止不动，充当着绝对参考系的角色。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过程中，应该会周期性的迎风或顺风穿过以太，从而导致光速在不同方向上测量出微小的差异。这个效应被称为以太风。1887年，两位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逊和莫雷进行了一项精妙的实验，试图测量地球相对于以太的运动速度。他们设计了一台极其精密的干涉仪，将一束光分成2束，让它们分别沿相互垂直的方向传播，然后再合并在一起。如果存在以太风，2束光经历的光程会有所不同，合并时会产生干涉条纹的移动。然而，实验的结果让所有人震惊，没有观察到任何以太风的存在。无论他们如何调整实验装置，如何提高测量精度，干涉条纹始终纹丝不动。这意味着，要么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显然荒谬；要么以太根本不存在，物理学的天空开始笼罩上一层乌云。就在经典物理学陷入危机之际，1905年，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人站了出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时只是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一名普通职员，却在那一年发表了4篇划时代的论文，彻底改变了物理学的面貌。其中第3篇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正式宣告了狭义相对论的诞生。爱因斯坦的思维方式与他的前辈们截然不同。面对迈克尔逊、
莫雷实验的零结果，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拼命修补以太理论，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假设：光速不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假设，而是整个相对论的基石。爱因斯坦认为，无论观察者的运动状态如何，真空中的光速始终保持恒定，大约是每秒30万公里。这个常数被记作 c， 它不是相对于某个特定参考系的速度，而是宇宙的基本常数，是时空结构本身固有的属性。为了理解这个假设的含义，我们需要进行一次思想实验。想象一下，你站在地面上，手持一个手电筒，向前方发射一束光。地面上的观察者测量到的光速是 c。现在，想象你乘坐一艘宇宙飞船，以每秒20万公里 0.667 倍光速向前飞行。在这个飞船上，你也打开手电筒，向前方发射一束光。按照牛顿力学的直觉，飞船上观察者测量的光速应该是 c 减掉飞船的速度，也就是每秒10万公里。但根据爱因斯坦的假设，两种情况下测得的光速完全相同。无论是地面上的观察者，还是飞船上的观察者，都会告诉你，光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飞行。这个结论令人难以置信，但它直接来自于一个更加基本的原理——物理定律的相对性。爱因斯坦认为，所有的惯性参考系都是等价的，不存在所谓的绝对静止或绝对运动。因此，描述物理定律的数学方程在所有惯性参考系中必须具有相同的形式，而麦克斯韦方程组天然具有这种形式，因为它给出的光速是一个不依赖于参考系的常数。从光速不变出发，爱因斯坦推导出了一系列惊人的结论。他发现，当物体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空间和时间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具体来说，运动的时钟变慢了。如果你以接近光速飞行，相对于静止的观察者而言，你的时间流逝变慢了。这不是时钟的机械故障，而是时间本身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假设你以99%光速飞行1年，按照你的时间，地面上的人会感受到大约7年的时间。这不是幻觉，不是观察误差，而是时空本身的真实性质。运动的尺度缩短了，在你运动的方向上，空间会发生收缩。一艘以99%光速飞行的飞船，在地面观察者看来，其长度会缩短到静止时的约14%。这种收缩同样是真实的，不是测量工具的误差。质量变得越来越大，一个运动的物体，其惯性质量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加。当速度无限接近光速时，质量会趋向无穷大，因此需要无限的能量才能继续加速。这直接导致了光速不可超越这一结论。质量和能量可以相互转换。运动质量的增加意味着什么？爱因斯坦给出了他那著名的方程 E 等于 mc 的平方。这个方程告诉我们，质量和能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物体的质量包含了巨大的潜在能量，而能量也可以表现为质量的形式。就这样，牛顿建立的绝对时空观被彻底颠覆了。在相对论的世界里，空间和时间不再是分离的刚性的存在，而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时空结构。而光速 c 正是这个四维时空的基本属性，
是连接空间与时间的桥梁，是宇宙法则的根本常数。现在我们可以正式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光速是宇宙的速度上限？答案隐藏在爱因斯坦的质速关系之中。对于任何具有质量的物体，速度永远不可能达到或超过光速，因为当速度趋近于光速时，分母趋近于零，质量趋向无穷大。要让一个有质量的物体从低于光速加速到光速，需要无限多的能量，而要让它超过光速，则需要比无限更多的能量，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光子为什么可以以光速运动呢？因为光子的静止质量恰好为零。对于没有质量的粒子，如光子 ，V 只能等于 c， 不能是其他值。换句话说，光子天生就以光速运动，它不可能减速，也不可能加速。这就是光速成为宇宙速度上限的根本原因。不是技术上的限制，不是能量不足的问题，而是时空结构本身的约束。要突破这个限制，需要要么找到质量为零的粒子，但这类粒子只能以光速运动，无法被减速到低于光速，然后再加速到光速以上；要么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速度的理解方式，比如扭曲时空结构，让物体在不违反相对论的前提下跨越光速。这就是为什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经历了无数次实验验证，却从未被推翻。从 M 子的时间膨胀，在大气层顶部产生的 M 子能够到达地面，因为它们的时间变慢了，到原子中的精确比对， GPS 卫星必须考虑相对论效应才能正确定位，再到最近的引力波探测，引力波正是以光速传播的，每一次观测都在证实相对论的预言。光速确实是宇宙的基本法则。刚刚我们看到了狭义相对论如何推导出光速不可超越的结论，而在这个推导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方程 E 等于 mc 方。这个方程也许是整个物理学中最著名的公式，它简洁得近乎优美，却又蕴含着改变世界的力量。让我们仔细品味这个方程的含义。E 代表能量， m 代表质量， c 代表光速。方程的左边和右边通过一个简单的乘积联系在一起。由于 c 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每秒30万公里，而且还要平方，这意味着极其微小的质量中蕴含着极其巨大的能量。具体来说，1000克质量完全转换为能量，相当于约250亿千瓦时的电能。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它大约相当于三峡水电站年发电量的250倍，或者整个咱们国家在2010年全年消耗的电能，而这仅仅来自1000克物质。爱因斯坦写出这个方程时，也许并没有完全预料到它将如何改变人类的历史。1938年，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发现了核裂变现象。重原子核如铀在吸收中子后会分裂成较轻的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过程释放的能量正好可以用 E 等于 mc 方来解释，损失的质量转化为了能量。1945年8月6日清晨，一架美国轰炸机在广岛上空投下了一个小男孩。那一刻，不光广岛都是熟人，那一刻，这个方程
从优雅的数学形式变成了蘑菇云中翻涌的现实。这颗原子弹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约 1.5 万吨 TNT 炸药，而参与反应的铀质量只有约1000克，其中真正转化为能量的质量只有约 0.6 克。这 0.6 克质量的消失，产生了相当于2万吨 TNT 爆炸的威力。同样的原理也驱动着太阳这颗恒星数十亿年来持续不断地发光发热。在太阳的核心，氢原子和质子在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发生聚变，融合成氦原子核。这个过程称为核聚变。4个氢原子核的质量总和略大于1个氦原子核的质量，而损失的这部分质量以能量的形式释放出来。每1秒钟，太阳要把约6亿吨氢变成氦，其中有约400万吨的质量转化为能量。质能等价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它就在我们的头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质能等价与运动质量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经典物理学中，质量是一个物体固有的属性，与它如何运动无关。牛顿第2定律 F 等于 ma 告诉我们，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质量越大，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难度就越大。这个质量被称为惯性质量，它反映了物体抵抗运动状态变化的程度。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这个惯性质量并不是恒定的。当物体运动时，它的惯性质量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加。要让一个物体达到光速，需要无穷大的能量，而要让一个有质量的物体超过光速，则需要比无穷大更多的能量。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现在，让我们用一些具体的数字来感受这种增长有多剧烈。当速度达到光速的10%时，质量的增加只有 0.5%。当速度达到光速的90%时，质量增加到了原来的 2.294 倍。当速度达到光速的 99.999% 时，质量增加到了原来的223倍。在速度接近光速时，质量的增长变得极其剧烈，每多增加1点速度，都需要比前一次更多的能量。这就像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登山过程，每前进一步，前方的山峰就增高1点，最终你永远无法到达山顶。这就是宇宙为有质量的物体设置的囚笼，光速不可超越，不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或技术不够先进，而是因为时空本身的结构决定了这一点。质能等价的关系比 E 等于 mc 方这个简单方程所暗示的更加深刻和微妙。首先， E 等于 mc 方并不意味着所有质量都可以完全转化为能量。在核反应中，只有质量亏损的部分被转化为能量。以太阳为例，4个氢原子核的总质量是6个原子质量单位，而1个氦原子核的质量只有4个原子质量单位。这意味着每4个氢核聚变成1个氦核，会有约 0.7% 的质量转化为能量。虽然这个比例看起来很小，但由于太阳每秒消耗的氢数量极其庞大，转化出的能量是惊人的。然而，对于普通物体来说，它们的质量主要是由质子和中子，统称为核子构成的。而这些核子之间的强相互作用、束缚能所贡献的质量，
只占总质量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质子和中子本身的静止质量中，只有约1%来自黑格斯场赋予粒子质量的机制，其余99%来自夸克之间的交子场能量和强相互作用束缚能。换句话说，当我们站在体重秤上时，我们感受到的重量实际上主要来自宇宙中最强大力量的表现——强相互作用。如果把所有核子的质量都归零，我们将失去几乎全部的重量。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既然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那么能量可以转化为质量吗？答案是肯定的。在粒子物理学实验中，高能粒子的碰撞可以产生新的粒子对。例如，当两个高能光子相互碰撞时，它们可以转化为一个电子和它的反物质伙伴正电子。这个过程正好是核聚变的逆过程，能量转化为质量，产生了具有静质量的粒子。另一个例子是，在强电磁场中，能量可以转化为电子正电子对，这在理论上被称为施温格效应。虽然目前还没有在实验室中直接观测到，但它是量子电动力学的一个预言。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能量转化为质量也在悄悄发生。一杯热茶的质量实际上比一杯同样的冷茶略重一点点，这是因为热能也贡献了质量。虽然这个差异极其微小，小数点后要数很多位才能看到区别。质能等价还告诉我们，质量不是一种独立于能量的东西，而是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宇宙的基本结构不是物质加能量，而是纯粹的能量。质量只是能量的一种凝聚状态，是能量的一种冻结形式。这个洞见在后来的物理学发展中变得越发重要，它让我们理解到宇宙的最深层现实可能不是粒子和场，而是能量和信息的流动。质量、电荷、自旋，这些我们熟悉的物理属性可能都只是更深层现实的不同侧面。而在这个更深的层面上，光速扮演着核心角色。光不仅是宇宙中速度最快的存在，它还是连接能量与质量的桥梁，是时空结构的基本刻度，是宇宙法则的终极表述。光速 c 正是这个方程中的那个常数，那个让质量与能量可以相互转换的枢纽，那个决定能量表现形式的关键参数。我们已经理解了光速为何不可超越的科学机制，但也许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宇宙会存在这样一个速度上限？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数学巧合，而是时空结构本身的必然属性。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引入一个重要的哲学和物理学概念——因果律。因果律是指任何结果都必然有原因，而原因必须先于结果发生。这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会质疑的基本常识。先有父亲，后有儿子；先有按下开关，后有灯亮起；先有太阳照射，后有我们感到温暖。因果关系在时间上有明确的方向性，原因总是在结果之前。现在，想象一个世界，在那里因果律可以被打破。如果一艘飞船能够以超过光速的速度从 A 点飞往 B 点，会发生什么？根据狭义相对论，对于某些观察者来说，这艘飞船
可能同时处于两个位置，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出发和到达在时间顺序上会变得模糊不清。对于某些参考系的观察者，飞船可能先到达 B 点，然后才从 A 点出发。这不仅仅是测量上的模糊，这意味着因果关系本身会变得混乱。想象一下，你在 B 点看到飞船已经到达，然后你在 A 点的朋友告诉你，飞船还没有起飞。这种情况在超光速世界中是可能发生的，而这直接违反了因果律的基本要求。如果我们允许超光速运动存在，那么因果律的链条将会断裂，我们将面临著名的祖父悖论。如果你能回到过去杀死你的祖父，那么你的父亲就不会出生，进而你也不会出生。但如果你从未出生，谁去杀死了祖父呢？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在因果律被打破的世界里是可能的。物理学家们通过因果分离的概念来理解这个问题。光速限制确保了所有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对都被明确地按时间顺序排列。光锥相对论中描述时空因果结构的基本工具，划定了因果关系的边界。任何在光锥内部的事件都可以与当前事件有因果联系，而任何在光锥外部的事件都不可能通过任何信号、任何形式的因果作用与之联系。光速正是光锥的边界，它定义了因果律能够传播的最大范围。从这个角度来看，光速限制不仅仅是物理学的任意设定，而是逻辑与存在相统一的必然要求。如果宇宙想要保持内部的一致性，保持因果关系的清晰性，就必须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速度上限，而这个上限正是我们测量到的光速。这是一种深刻的宇宙设计。光速不是阻止我们探索宇宙的限制，而是保证宇宙能够有序运行的守护者。光速限制在信息传递方面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现代通信中，我们普遍使用电磁波来传递信息，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正是光速，因此任何依赖电磁信号的信息传输都无法超越光速。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在宇宙的另一端发现了外星文明，我们与他们的任何通信往来都需要数年、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最近的恒星系统比邻星存在智慧生命，我们向他们发送一条消息需要 4.2 年才能到达，而收到回复则需要再等 4.2 年。往返一次对话需要 8.4 年。如果我们想要联系银河系另一端的文明，即使假设那里存在智慧生命，任何通信往来也需要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的时间。宇宙的广袤就这样通过光速限制与我们的信息获取能力绑定在了一起。然而，光速限制也带来了一个有趣的保护机制。考虑黑洞，那个连光都无法逃脱的神秘天体，在黑洞的世界内部，任何物质和信息都无法逃逸到外部宇宙。这意味着，黑洞内部的任何事件，对外部观察者来说，都是完全不可知的。黑洞就像宇宙中的信息坟墓，吞噬了一切，却只留下质量、电荷和角动量这三个属性。这被称为黑洞无毛定理。但是，如果信息真的在黑洞中永远消失了，那就违反了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信息守恒。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信息是永不消失的。
无论经历多么复杂的过程，信息都可以从原理上被追溯和恢复。这就是著名的黑洞信息悖论。黑洞的存在与量子力学的信息守恒原则之间存在冲突。这个悖论至今仍是理论物理学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霍金提出了霍金辐射的理论，认为黑洞会缓慢地蒸发，但在蒸发过程中信息会丢失。后来的一些研究表明，信息可能并没有真正丢失，也许信息被编码在黑洞蒸发时释放的辐射中，或者存储在黑洞的边界事件世界上。一些激进的理论甚至认为，整个宇宙的信息都被编码在某种全息图上，而黑洞的世界正是这个全息图的边界。无论最终的答案是什么，这些讨论都揭示了一个事实：光速限制、因果律和信息守恒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宇宙运行的基本框架。光速限制的存在让我们对时间和空间有了全新的理解。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中，空间和时间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存在。空间是一个刚性的容器，时间是一条均匀流逝的河流，它们与物质的运动无关，也不受物质的影响。宇宙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可以在一个绝对的3维空间坐标加上1维时间坐标中定位。狭义相对论彻底改变了这个图景。爱因斯坦发现，空间和时间不再是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4维时空。时空的每一个点代表一个事件，发生在特定位置和特定时间的事情。而光速 c 正是连接空间与时间的转换因子。在数学上，我们可以用 time-like 类时和 space-like 类空来区分不同的时空方向。任何可以从因果上联系起来的事件，都属于类时分离，它们的间隔在时间方向上更大。任何不可能有因果联系的事件，都属于类空分离，它们的间隔在空间方向上更大。而光速正是这两类分离的分界线。这种时空观带来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时间是相对的。对于不同的观察者，现在这个概念是不同的。发生在 A 地的某个事件，可能在某些观察者看来与 B 地的某个事件同时发生，而在另一些观察者看来则有先有后。这是由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不同导致的。只有在光锥上的事件，以光速与当前事件分离的事件，才对所有观察者都是同时的。这种同时性的相对性是狭义相对论最违反直觉的结论之一。我们习惯于认为现在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无论在哪里，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但在相对论的世界里，现在是观察者依赖的概念。每个以不同速度运动的观察者都有自己不同的现在。然而，这种相对性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混沌无序。相对论提供了一个数学框架——洛伦兹变换，来精确描述不同观察者之间的时空坐标转换。无论观察者的运动状态如何，物理定律的形式始终保持不变，这就是相对性原理。而所有观察者都会在光速这个基本常数上达成一致。光速 c 成为了这个相对性世界中的绝对锚点，它是唯一在所有惯性参考系下都保持不变的速度，
是连接不同观察者的共同语言。从这个角度来看，光速限制不仅仅是为什么有东西不能超光速的问题，而是为什么时空如此结构化的答案。光速是时空本身的内禀属性，是宇宙几何的一部分。虫洞折叠时空的捷径。在我们深入讨论虫洞之前，让我先做一个思考。想象宇宙是一张二维的纸，而我们是生活在纸面上的平面生物。从纸面的一点到达另一点，最短的距离是直线。但是，如果这张纸被折叠起来，让两点靠在一起，然后用一根吸管贯穿两点，我们就创造了一条更短的通道。这个比喻就是虫洞的基本思想，只不过真实的虫洞存在于四维时空中，而且折叠的是时空本身，而非仅仅是空间。虫洞是时空中的一种拓扑结构，它连接着两个遥远的区域，就像是宇宙中的捷径。虫洞的概念最早由爱因斯坦和他的助手内森·罗森在1935年提出。他们在研究广义相对论时发现，某些时空配置可以产生一种特殊的结构，后来被称为爱因斯坦罗森桥。在那个时代，这个概念主要是作为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数学解，被认为是纯粹的科幻设想，不太可能有物理意义。然而1985年，物理学家卡尔萨根在创作科幻小说《接触》时，向他的物理学家朋友们请教，如何让一个角色在短时间内到达遥远的恒星系。约翰惠勒的学生迈克尔·莫里斯和基普·索恩提出了可穿越虫洞的概念，为这个文学创作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虫洞虽然连接着两个遥远区域，但如果我们能够维持虫洞的稳定，让它不会在物体穿过之前就坍缩，那么它就可以被用来作为超光速旅行的通道。重要的是，通过虫洞的旅行并不违反相对论，物体在虫洞内部的移动速度不会超过光速，但由于起点和终点在空间上是直接连通的，所以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这个物体确实瞬间到达了遥远的地方。这就像是打开一扇门，门这边是地球，那边是银河系中心。从地球走向银河系中心，你不需要跑得比光速快，因为门本身就把距离缩短了。然而，维持一个可穿越虫洞需要一种特殊的物质，具有负能量密度的奇异物质。这种物质的能量密度是负的，能够产生反重力的排斥效应，抵抗虫洞的坍缩趋势。在量子物理学的框架内，负能量密度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卡西米尔效应就是一个例子。在两个靠得很近的金属板之间，由于量子真空的涨落，会产生负的压力。但是，维持一个大型虫洞所需的负能量数量是惊人的，远远超过我们目前技术能够实现或想象的任何尺度。此外，虫洞旅行还面临其他挑战。根据目前的理论，任何试图通过虫洞的物质都可能导致虫洞的坍缩。即使物质勉强通过，它在虫洞中经历的时空可能非常奇异。潮汐力可能把任何宏观物体撕成碎片。量子引力效应在虫洞的中心区域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而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来描述那里会发生什么。
尽管如此，虫洞仍然是理论物理学中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科幻作家的灵感来源，也是物理学家探索时空本质的重要工具。通过研究虫洞，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之间的关系，为未来的万物理论提供线索。如果说虫洞是超近路，那么曲速引擎就是扭曲赛道。1994年，墨西哥物理学家米格尔·阿尔库维雷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时空几何结构，这种结构允许物体以任意快的速度从一点到达另一点，而不会违反局域的光速限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矛盾的陈述，但其中蕴含着巧妙的物理思想。阿尔库维雷度规是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一个精确解，它的基本思想是，不是让飞船在时空中以超光速移动，而是让时空本身在飞船周围发生扭曲。想象一下，飞船被包裹在一个气泡中，这个气泡的前方空间被压缩，后方空间被拉伸，就像冲浪者站在被波浪推动的冲浪板上，冲浪者相对于波浪本身几乎不动，但它随着波浪的前进而快速移动。在这个类比中，波浪就是扭曲的时空，波浪的速度可以超过光速，而这并不违反相对论，因为相对论禁止的是物体在时空中以超光速移动，但并没有禁止时空本身可以任意快地膨胀或收缩。宇宙的膨胀就是一个例子，在大尺度上，星系之间的距离增加速度可以超过光速，但这不违反任何物理定律。如果阿尔库维雷的曲速引擎真的能够实现，飞船可以在不直接突破光速的情况下到达遥远的目的地。对于飞船上的宇航员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是正常的引力或者接近正常的引力，他们可以在气泡内部正常生活和工作。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他们周围的时空结构。然而，这个方案面临的问题与虫洞类似，而且可能更加严峻。首先，维持一个曲速气泡需要巨大的负能量。理论计算表明，要让一个米级大小的曲速气泡运行所需的负能量，相当于整个木星的质量。这远远超出了我们任何实际应用的可能性。其次，为了改变气泡的大小或方向，驾驶员必须能够操控气泡前缘和后缘的时空曲率，这需要某种尚未被发现的奇异物质的稳定供应，而这些物质的性质可能与已知的物理定律相冲突。第三，虫洞研究者们发现的一些问题，在曲速引擎中也同样存在。例如，虫洞和曲速引擎可能都具有闭关问题。一旦你进入虫洞或曲速气泡，你就无法与外界通信，无法改变目的地，无法在紧急情况下撤退。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可能是基本物理原理的限制。另外，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即使阿尔库维雷曲速引擎能够实现，它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积累危险的辐射粒子。这些粒子被气泡的前缘捕获，当气泡突然停止时，它们会被释放出来，对飞船前方的目标造成毁灭性的辐射冲击。这被称为粒子捕获效应或霍金辐射灾难。尽管如此，阿尔库维雷的工作仍然是有意义的。他展示了广义相对论允许的时空结构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加丰富多彩。
虽然曲速引擎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但研究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空的性质、负能量的行为，以及量子效应与引力之间的可能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曲速引擎不是科幻，而是理论物理的前沿，它代表着人类想象力与数学严谨性的一次精彩碰撞。虫洞和曲速引擎是最著名的超光速理论，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让我们简要了解一下其他一些被提出的方案。筷子是一种假想的粒子，它天生就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运动。更有趣的是，筷子的速度永远不可能降低到光速以下，就像光子的速度永远不可能降低到0一样。如果筷子存在，它们将携带虚质量，这意味着它们将永远在光锥之外运动。然而，筷子的存在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它们的能量会随着速度的降低而增加。这意味着，如果它们减速到光速，能量会趋向无穷大。此外，筷子的存在会破坏真空的稳定性，在任何时候，真空都可能自发地产生筷子、反筷子对，从而导致宇宙的突然毁灭。由于这些原因，筷子目前被认为是物理上不可能的存在，而非可行的超光速方案。虫洞的另一面，虫洞连接的不是空间中的2点，而是时间中的2个时刻，这实际上就是时间机器的理论模型。如果虫洞可以连接不同时刻的2点，那么通过虫洞旅行就可能回到过去，从而引发各种时间悖论。霍金曾经提出时序保护猜想，自然不允许宏观时间旅行。虫洞、时间、机器的稳定性问题，可能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量子纠缠与超光速关联是另一个经常被误解的领域。量子纠缠是一种现象，2个粒子在相互作用后，它们的量子态会相互关联，以至于对其中一个粒子的测量会瞬间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状态。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误解，量子纠缠不能用来传递信息。无论你对一个纠缠粒子做什么操作，你都无法控制测量结果的随机性，因此无法编码有意义的信息。接收者也无法区分纠缠导致的关联和普通的相关性。爱因斯坦本人曾把这种现象称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并认为这表明量子力学是不完整的。但后来的实验证明，量子纠缠确实是真实的，它违反了局域隐变量理论。然而，这种超距作用并不意味着信息或能量可以以超过光速的速度传递。纠缠态的测量结果是完全随机的，无法被利用来传递消息。电磁推进与定向能量推进方案，虽然它们可以产生推力，但推力极其微弱，距离实用化还很遥远。更重要的是，它们受到动量守恒定律的制约，要产生向前的推力，必须有向后抛出的物质或能量。在真空中没有任何介质可以推，唯一的办法是携带并抛弃推进剂。这与火箭的原理本质上相同，而火箭的速度受到燃料效率和推进剂质量的限制，远不足以达到光速。在我们探讨了宏观世界的光速限制之后，让我们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尺度——量子世界。在那里，经典物理的规则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全新的、
违反直觉的定律。量子隧穿是量子力学中最神奇的现象之一。想象一下，一个粒子遇到一个能量壁垒，就像一个小球遇到一座小山。如果在经典物理学中，这个小球要么有足够的动能翻越山丘，要么没有足够的动能，就只能留在原地。但在量子世界中，一切都不同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粒子具有波动性，粒子的位置不是确定的，而是一个概率分布。当你描述一个粒子遇到能量壁垒时，你需要解一个叫做薛定谔方程的数学方程。这个方程的解会告诉你，即使粒子的动能低于壁垒的能量，粒子仍然有一定概率出现在壁垒的另一边。这怎么可能呢？粒子是如何穿墙而过的呢？从数学上看，粒子的波函数在壁垒中并不是突然变成0，而是指数衰减，壁垒越厚，衰减越快。但是只要壁垒不是无限厚，总有一些波函数的尾部会延伸到壁垒的另一边。当波函数到达壁垒的另一侧时，它重新恢复为一个正常的传播波。这意味着在壁垒的另一边有一定的概率可以找到这个粒子。物理学家们用隧穿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过程，因为它就像是粒子在壁垒上挖了一条隧道穿过去一样。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隧道存在，粒子是直接穿过了壁垒，只是它在壁垒内部的存在概率极低而已。量子隧穿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已经被无数实验所证实，它是许多现代技术的物理基础。半导体晶体管的工作原理依赖于电子在量子室垒间的隧穿，闪存的写入和擦除依赖于量子隧穿，甚至我们身体内部的 DNA 修复机制也涉及量子隧穿过程。扫描隧道显微镜是一种利用量子隧穿效应的神奇仪器，它用一根极其尖锐的针尖接近物体表面，针尖与表面之间会形成纳米尺度的缝隙。当在针尖和表面之间施加电压时，电子可以通过量子隧穿穿过这个缝隙，形成可测量的电流。这个电流对针尖表面距离极其敏感，灵敏度可以达到原子尺度。通过扫描针尖，科学家可以看到单个原子绘制出材料表面的3维原子结构图。既然量子隧穿允许粒子瞬间出现在壁垒的另一边，这是否意味着量子隧穿可以超光速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物理学家们已经争论了很多年。让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实验：粒子遇到一个有限的室垒，当室垒宽度很窄时，粒子隧穿的速度确实可以非常快。在某些情况下，隧穿时间，也就是粒子从壁垒一侧出现到另一侧所需的时间，可以接近0。这是否意味着粒子以超光速运动？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物理学家定义了多种不同的隧穿时间概念，而它们并不都是超光速的。拉莫尔时间是粒子在室垒中停留的平均时间。有趣的是，根据某些理论计算，这个时间可能会显示出超光速的特征。粒子在室垒中停留的时间，比它以光速穿过相同距离所需的时间还要短。但是，拉莫尔时间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测量的物理量。当我们真正尝试测量粒子穿越室垒花了多长时间时，实验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超光速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即使隧穿过程表现出超光速的某些特征，它也不能用来传递信息或能量。隧穿过程本质上是概率性的，粒子可能隧穿，也可能被反射。我们无法控制一个特定的粒子是隧穿还是被反射，也无法预测一个给定粒子将会怎样。因此，量子隧穿并不违反相对论的因果结构。量子隧穿的超光速效应实际上是量子波包的非定域性造成的。当我们说一个粒子穿过了室垒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波函数的头部到达了壁垒的另一侧，但这个波包是概率的载体，它本身并不携带可辨识的信息或能量。此外，量子力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理——不可克隆定理。这个定理告诉我们，量子态不能被精确复制。这意味着，如果你试图利用隧穿过程发送信息，你无法在不破坏原始粒子的情况下复制它，并再次测量。因此，尽管量子隧穿是一个神奇而违反直觉的现象，它并没有给超光速通信或超光速旅行提供任何可能性。它是量子世界的一个特性，而不是对相对论的挑战。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中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之一，也是被误解最多的现象之一。想象一下，你有一副神奇的手套，你把一只手套放进盒子里寄到北京，另一只放进盒子里寄到广州。当你打开广州的盒子发现是左手套时，你立刻知道北京那边一定是右手套。这看起来没什么神奇的，手套成对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量子纠缠的情况远比这更奇怪。在量子力学中，粒子的状态可以处于多个可能性的叠加中，直到被测量时才坍缩到一个确定的状态。如果两个粒子处于纠缠态，那么对其中一个粒子的测量不仅决定了它的状态，还瞬间决定了另一个粒子的状态，无论它们相距多远。爱因斯坦无法接受这个结论，他与同事波多尔斯基和罗森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 EP2 杨谬，试图证明量子力学是不完整的。也许粒子在测量之前就已经有了确定的隐变量，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然而，后来的实验证明，爱因斯坦是错的。1982年，法国物理学家阿兰·阿斯派克特进行了著名的贝尔不等式实验。实验结果表明，量子力学的预测是正确的，而任何基于隐变量的局域实在理论都与实验结果不符。这意味着量子纠缠确实是一种真实的非定域的现象。纠缠粒子之间的关联是瞬时的，不能被解释为任何预先存在的隐藏属性。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细节需要强调：量子纠缠不能传递信息。原因是纠缠粒子的测量结果是随机的，你无法控制测量到哪个结果，也无法预测测量结果。你唯一能知道的是，如果你测量到一个结果，那么远方的纠缠粒子一定会有一个对应的特定结果。但对方在没有与你比较测量记录的情况下，是无法判断粒子是否被测量过，是否处于纠缠态。想象一下，你和远方的朋友各有一个盒子，里面有一个纠缠粒子，你们都测量自己的粒子，记录结果。你看到自己测到的数值是上或下，但这对你来说毫无意义，它就是随机的。你无法知道
这是因为纠缠，还是因为粒子本身就是这样？你朋友的情况也一样，他看到的也是随机结果。只有在你们之后，通过正常渠道、慢于光速的通信方式交换记录、比较数据，你们才会发现两组随机数据之间存在关联。但这个发现本身只能在你收到朋友的信件需要时间之后才能完成。因此，量子纠缠没有违反因果律，不允许超光速通信，也不允许超光速传递信息或能量。它是一种奇特的量子关联，但它不提供任何打破光速限制的方法。如果说狭义相对论揭示了时空的统一性，那么广义相对论则更进一步，揭示了时空与物质之间的深刻联系。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字面意义上的事实。在牛顿的引力理论中，引力被认为是一种超距作用。太阳吸引地球，地球知道太阳在哪里。但牛顿本人也对这个幽灵般的超距作用感到不安。他写道：假设一个物体的状态可以通过空虚空间改变，而不需要任何介质传递，对我来说，这个假设荒谬之极。爱因斯坦用几何取代了超距作用。在广义相对论中，质量和能量会弯曲周围的时空。地球并不是被太阳拉住了，而是在弯曲的时空中沿着自由落体的轨迹运动。引力不是一种力，而是时空弯曲的表现。这个思想在1919年的日食观测中得到了证实。亚瑟·爱丁顿爵士领导了一支探险队前往西非普林西比岛观测日食。观测结果表明，星光在经过太阳附近时确实发生了偏折，偏折的角度与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完全一致。这则新闻让爱因斯坦一夜成名，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进入了公众视野。广义相对论还做出了许多其他惊人的预言：引力红移，光在强引力场中波长变长，引力时间膨胀，引力越强，时间流逝越慢，黑洞时空的无限曲率区域，引力波时空的涟漪等等。所有的预言都已经被观测或实验所证实。最近的一个重大验证是引力波的发现。2015年9月14日，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探测到了由2个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信号。这个信号在穿过地球时引起了比原子核直径还要小1000倍的空间伸缩。人类首次听到了来自宇宙深处的引力波交响乐。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20世纪物理学的2大支柱，然而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兼容性。广义相对论是经典理论，描述的时空是光滑的、连续的、可精确定义的，而量子力学则揭示微观世界是离散的、概率的、不确定性主导的。当我们试图将量子效应与强引力场结合时，比如在黑洞中心或宇宙大爆炸的最初时刻，这2个理论都会崩溃。量子引力正是理论物理学最重大的未解难题之一，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统一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理论，一个能够描述所有基本力和所有物质形态的万物理论。
目前有几个主要的量子引力候选理论。弦论认为，自然界的基本组成单位不是点粒子，而是一维的弦。这些弦可以在多个维度中振动，不同的振动模式表现为不同的粒子。弦论天然地包含了引力的量子描述，因为它预言了一种自旋为二的无质量粒子，这正是假想中的引力子。弦论需要10维或11维的时空才能自洽，额外的维度被紧化到极小的尺度，无法被目前的技术探测到。圈量子引力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它将时空本身量子化，认为空间是由离散的量子泡沫或圈组成的。在圈量子引力的框架中，时空有最小尺度，普朗克尺度，约 1.6 乘10的-35次方米。在这个尺度以下，传统的空间概念不再适用。圈量子引力还预言了大爆炸之前存在的大反弹。宇宙可能是从先前宇宙的坍缩中反弹而来。因果集合论认为，时空的本质是离散的因果事件网络，每一个事件都与它的过去和未来有因果联系，整个时空结构就是由这些因果关系编织而成的。宏观连续时空只是这种离散结构在更大尺度上的近似。这些理论都还没有得到实验验证，这并不奇怪。量子引力效应的尺度是普朗克尺度，比我们目前能够探测的任何尺度都要小得多。然而，科学家们正在寻找可能的实验窗口，例如，黑洞是研究量子引力的天然实验室。黑洞的信息悖论，信息是否在黑洞蒸发后消失，可能正是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冲突的核心所在。解决这个悖论可能需要新的量子引力理论。另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精密测量。如果量子引力在宇宙早期留下了可观测的印记，这些印记可能仍然保存在宇宙的背景辐射中。光速限制的存在，让我们重新思考有限与无限的含义。宇宙在空间上可能是有限的，虽然我们不知道确切的边界在哪里，但在时间上也是有限的。从大爆炸开始，大约138亿年。光速限制意味着，从大爆炸到现在，光只能传播大约138亿光年的距离，这是我们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宇宙被光速分成了2个区域：可观测宇宙和不可观测宇宙。可观测宇宙中的天体发出的光有足够的时间到达我们，不可观测宇宙中的天体，即使它们存在，它们发出的光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穿越到我们这里，这带来了一种深刻的孤独感。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在可观测宇宙的边界之外是什么样的景象。那里可能有无数星系、无数恒星、无数世界，但它们发出的任何信号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到达我们。而如果我们今天发射一艘光速飞船，它永远无法到达那些遥远的地方，因为即使飞行1亿年，它仍然只能到达1亿光年之外的目标，而那里的某些区域可能远在100亿光年之外。然而，这种有限性也可以被看作是宇宙给予我们的一种保护。如果宇宙是无限的，而且物质是均匀分布的，那么来自所有方向的辐射会累加起来，使得夜空像太阳表面一样明亮。
这个奥伯斯很谬表明，我们的宇宙在空间上必须是有限的，或者在时间上必须有起点，而大爆炸理论正是提供了这个解释。光速限制也给了因果律一个物理基础，如果因果作用可以瞬时传递到宇宙的任何角落，那么整个宇宙将是一个即时联动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宇宙中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都会瞬间影响宇宙的其他部分。这种非局域性会使得宇宙变得极其不稳定，任何局部的事件都可能引发全局的连锁反应。光速限制实际上起了防火墙的作用，它确保了宇宙中不同区域可以独立演化，而不会受到遥远事件的及时干扰。光速限制不仅是一种物理约束，它还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潜在命运。在宇宙的尺度上，我们熟悉的距离单位公里、英里变得毫无意义。光年，光在1年内走的距离，成为了更有意义的度量。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统比邻星，距离我们约 4.2 光年。我们最快的飞船 Voyager 1，即使以每秒17公里的速度飞行，也需要大约7万年才能到达那里。这意味着，即使人类文明能够永远延续下去，我们的足迹在宇宙中的扩张也会受到光速的严格限制。即使我们建造了能够以光速90%飞行的飞船，到达银河系中心也需要约28000年。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飞船上的人类需要经历无数代传承，需要发展出完备的生态系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这种星际文明的想象催生了科幻作品中许多关于星际旅行的描绘。冬眠技术、生态循环飞船、代际飞船、多星球物种，每一个概念都是对光速限制的一种回应。既然无法快速到达，那么就让旅途本身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也有一些物理学家提出了更激进的观点，也许一个足够先进的文明不受限于只能在时空中移动，相反，他们可以改变时空本身的几何结构，比如建造虫洞，或者操控宇宙常数，让光速在某些区域变得更快或更慢。如果这种第二类文明真的存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将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可能存在于一个与我们的宇宙完全不同的物理定律岛中，或者在不同的宇宙之间穿梭。对于他们来说，距离和时间可能只是可塑的参数，而非固定的约束。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文明是否可能存在。如果虫洞和曲速引擎真的无法被稳定维持，那么宇宙中的任何文明都将受到光速的限制。这意味着宇宙可能充满了孤独的文明，它们各自困在自己的光锥之内，彼此无法接触。当我们思考光速限制时，我们不仅仅是在思考物理学，也是在思考存在本身的意义。在宇宙137亿年的历史中，地球只是最近40多亿年才出现的一粒尘埃，而人类文明只有区几千年的历史。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上，我们的生命短暂的如同浮游。然而，正是这些短暂的浮游，却能够理解宇宙的法则，能够触摸时空的边缘，能够思考存在与虚无的问题。光速限制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边界，在速度这个维度上，
我们永远无法到达某些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探索是徒劳的。正是因为宇宙是如此广大，我们才有了探索的动力。正是因为光速是如此有限，我们才意识到时间的珍贵。正是因为可观测宇宙是有边界的，我们才更加珍惜每一个观测它的瞬间。在某种意义上，光速限制也给了我们一种民主。无论是多么先进的文明，都受到同样的物理定律约束。光速不会因为你有更多的资源或权利而为你开绿灯。宇宙法则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也许这个宇宙的设计者在设置光速时，正是想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不要试图超越一切，超越速度的极限，不要试图成为无所不能的神，接受你的有限性，在有限中创造意义。这是宇宙给我们的礼物，也是宇宙给我们的教诲。虽然超光速旅行目前看来遥不可及，但人类仍然可以梦想在银河系中留下足迹。以下是一些理论上可能的技术路径。代际飞船是最直接的方案。建造一艘巨大的飞船，能够容纳数千甚至数万人，以及完整的生态系统。飞船以远低于光速的速度飞行，航程可能需要数千年甚至数万年。在这漫长的旅途中，船员们需要世代更替，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直到抵达目的地。冬眠技术可以大大简化代际飞船的问题。如果人类能够进入类似动物冬眠的长时间睡眠状态，船员就不需要在旅途中生活几代人，他们可以睡上几百年，醒来时已经接近目的地。这需要生命支持系统的巨大进步，以及对冬眠生理机制的深入理解。光帆推进，利用激光或其他辐射压力推动极轻的飞行器。这种飞行器不需要携带燃料，可以达到极高的速度，理论上可以接近光速的20%。Breakthrough Starshot 项目正在研究这种方法，计划向比邻星发射微型探测器。核聚变推进，利用氢聚变释放的能量推动飞船。理论上，核聚变飞船可以达到光速的10到15%。虽然这仍然远低于光速，但前往最近的恒星可能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反物质推进，利用物质与反物质湮灭产生的能量推进飞船。这种方法的效率比核聚变还要高得多，理论上可以达到光速的1半以上。但反物质的生产和储存是巨大的技术挑战。所有这些方案都有其局限性，但正是通过逐梦这些遥远的可能性，人类文明才能不断进步，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在这段漫长的旅程中，我们一起探索了光速限制的起源、智能等价的奥秘、虫洞与曲速引擎的幻想、量子世界的奇异规则、广义相对论的深层启示，以及从物理学到哲学的思考。我们发现，光速不可超越不是一个人为的设定，而是时空结构本身的必然属性。它是因果律的守护者，是宇宙有序运行的保证。光速 c 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常数，它是我们理解宇宙的关键，是连接空间与时间的桥梁，是宇宙法则的终极表述。我们也发现，尽管光速限制看似是终极的屏障，但人类的想象力从未停止探索。虫洞、曲速引擎、量子隧穿，每一个概念都代表着我们试图理解宇宙、突破极限的努力。
即使这些概念最终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它们仍然揭示了时空的丰富性，激发了无数人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光速限制的存在反而给了我们一种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宇宙。宇宙的广袤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宇宙的法则让我们感受到存在的珍贵，宇宙的未知让我们保持永恒的好奇心。也许有一天，人类真的能够建造虫洞，或者操控时空的结构，实现真正的星际旅行。也许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将永远被困在光速之内。但即使在那样的宇宙中，人类的好奇心仍然会驱使我们不断探索，不断理解，不断创造。这就是我们作为智慧生命的存在意义，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突破宇宙的界限，而是因为我们能够在界限之内创造出无限的意义。现在，让我们的思绪回到那片星空，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太阳，也许有自己的行星，也许有自己的文明，它们发出的光要经过几年、几千年、几百万年才能到达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过去，但正是这个过去让我们与他们有了联系。光，这个以最快速度穿越宇宙的存在，成为了连接宇宙各处的纽带。它带着遥远恒星的信息，带着数十亿年的宇宙历史，穿越虚空，最终落在我们的眼中。光速限制让我们无法到达那里，但光本身却能够告诉我们那里有什么。这是一种奇特的平衡。宇宙给了我们距离，却给了我们光，让我们能够看到那些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也许这就是宇宙给我们的最好礼物，不是无限的自由，而是有限的联系；不是无尽的到达，而是永恒的理解。让我们珍惜这个宇宙，珍惜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珍惜我们与宇宙的联系。晚安。